我本是被侯家收养的弃婴，可我却灭了他们满门。明明他们对我很好，可我偏偏就想杀死他们。他们将我收养后，可谓对我是无微不至，就连府里的大小姐的待遇也比不过我。我有的东西他不一定有，他有的我全都有。在寒天雪地里捡到的，我因为后老爷觉得我合眼缘，便收养了我。当天晚上就没人给我连夜打了一个长命锁，一个发财锁，一个保我长命百岁，一个保我荣华富贵。我小时候长相可爱，大家都喜欢我，上到老爷夫人，下到丫鬟侍从，就连刁蛮骄横的后大小姐也不讨厌，我还主动叫我妹妹，让我陪她玩。后大小姐叫后如雪，而我叫侯如宁。这看似温馨的一家，却因为收留了我，遭到了灭门之灾。后如雪大我4岁，她冠礼的时候看她有父亲送的漂亮裙子，便吵着闹着说我也要。但是父亲托人在西域带过来的，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呢，我便起了心思。父亲难做，说了这是姐姐的，我不开心了，直接把裙子剪烂了，父亲气得要打我。事后如雪拦住了，父亲如宁，他还小，他从小被抛弃，缺少父母关爱，他只不过要一条裙子罢了，为何要如此打骂他，要变给他，还不忘回头安慰我。我在一旁看着，差点声泪俱下，好生感动，真是好一个姐妹情深，姐姐对我可真好。于是父亲在姐姐的恳求下，便承诺在我冠礼时也要给我送这么一条漂亮的裙子。这几年侯家对我越来越不似当年了，姐姐有的慢慢的，父亲母亲不再给我了那西域刚来的宝石，父亲只偷偷给后如雪送去了一份。我问起来，他就说没有了，说下次再给我带。可我明明看到他还给母亲送了，就连陛下给的骡子带父亲也只给了如雪一人。我去闹，父亲便说我越长大越不懂事了，好东西就不能给你母亲和长姐留点吗？这么多年我们家给了你多少好东西？我愣在原地，难不成真的是自己太过分了？后如雪就在一旁听着，拉扯了一下父亲挤眉弄眼，让他不要把话说的那么难听，生怕他下一句又说错什么，随后还很是体贴过来安慰我，妹妹，如果你喜欢戴宝石和骡子带，姐姐给你便是了。我笑着抬眸，谢谢姐姐，果然姐姐最好还有20日便是我的冠礼了。越接近我心越慌，我总感觉在我身上有什么东西消失了，我不确定是什么，直到我成人那天，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日正逛着闹市，丫鬟们跑来说我的华服从西域送来了，于是我便赶紧跑了回去。正当我兴奋不已，跑去父亲房间时却听到母亲正在责骂父亲，你说你也是，为何非得从那么远的地方再整一件华服回来呢？他随便穿什么不行呢？听起来母亲很是不满意，父亲这么做呀，你小点声。兴许是父亲害怕被别人听到，不好劝母亲压低声音，母亲则更起劲了，难道不是吗？再过10几天的丫头就没用了，何必再花费那么多心思在她身上呢？我仿佛被雷劈了似的不动脚步，母亲说的什么意思？为何我10几天后就没用了？10几天后是我的冠礼，难怪后家对我不如从前，难道和我的冠礼有关？夜里，父亲去佛堂诵经，我偷偷跟着去园，根本是想着问问父亲，母亲说的是何意，父亲一定会告诉我的父亲，每日入夜后就会去佛堂诵经，一炷香后才回房休息，今夜却似乎有所不同。今夜除了父亲，还多了一个僧人在旁，我躲在柱子后面，听到他们在交谈。父亲很是诚恳，跪在地上，嘴里喃喃自语，大概是在诵经。僧人从兜里拿出一把符纸，父亲赶紧把自己手中的一把头发递给僧人，僧人则用符纸包着头发一同烧掉。父亲脸色凝重，我很少见他如此上一次，还是因为陛下让他带兵驻扎生果，火在我眼中燃烧，我顿感心里一阵难受。僧人将火盆里的灰用纸包了一小包地给父亲付进嘴里，一直喃喃不曾停，看到要包，忽而停下问僧人，大师只要将他的头发烧了，在他冠礼之时暂予给他喝了这壶水，便可超度了。他超度冠礼是超度啊，那头发是我的，不会。突然想起那日母亲来我房东鬼鬼祟祟被我发现后，他便找借口说我快成人了，准备私下偷偷给我重新布置一下房间，没想到让我知道了，我还真的以为他要为我布置房间呢。原来是为了得到我的头发呀。母亲父亲到底在做什么？他们为何要对我如此？是的，后爷大可以放心，那孽障虽来侯府那么多年，可是他不曾知道自己的身份，你们已经把他的气运夺走了。如此一来，他这副身躯也没什么用了。冠礼便是他最弱之时，让他喝下这副水，他纵使有3头6臂，也无可奈何了。父亲听了，赶紧跪下磕头，感谢天机大师点拨父亲把用布条包着的一份东西递给了内大师大师，是飞快打开看了一眼，又和尚笑着念着阿弥陀佛是金条，父亲给他金条，让他要我的命。可是为何要如此对我？他们不是一直对我很好吗？越想心越痛，我就说怎么对我越来越冷淡了？原来是我对他们来说没用的人，就活星号对吧？好，那我死，反正我也因星号。在那天雪夜里了，冠礼前一天晚上，我特意给他们都送了礼物，父亲的是一幅字画，母亲的这是一个玉石手镯，而傅如雪的则是一个银色发簪。他们收到礼物都面面相觑，心里鄙夷却又不能说出来，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他们喜欢的，是我故意膈应他们的反，明日我就要死了。父亲曾因为一幅字画得罪陛下，从此他便没收集过字画，母亲更喜欢吊坠，从不戴手镯。而我的好姐姐最喜欢发簪，却最讨厌银色，我偏不让他们如愿，
看着他们那个吃瘪的样子，我还装糊涂问他们怎么大家不喜欢宁儿送的礼物吗？这可是我挑选了好久的，还以为你们都喜欢呢。说着，一颗豆大的眼泪就落了下来。他们眼神复杂好看，父亲喜欢，我们都喜欢。父亲带头附和了起来，喜欢我会好好珍藏的。谢谢妹妹。我霎时便笑了起来，喜欢就好，他们撒谎。等我走后，他们就把我送的礼物扔了。观礼那天他们看起来都好开心，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自己的命运，我的父亲母亲就要把我牺牲了。我穿着父亲送的华服，一个劲说好看。我看向父亲时，他有一点犹豫，但是不多，他不曾对我真心过。行冠礼时，我把父亲递过来的茶倒了，说脏了。父亲脸色一变，我笑着说，刚刚有只苍蝇飞过。父亲看向人群，我知道那个天气，大师肯定也在。他在递茶，我在岛台下已经开始有了议论声。他怒了，宁儿，你这是做什么？我突然眼含泪水看着父亲，父亲女儿长大了，管理后想要再陪你的日子就少了，再没能像今日这般肆意和父亲耍闹了。底下人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自家女儿和父亲耍闹，留住年少的最后一点时光，气氛突然温馨起来了，父亲的神色才微微好转。他拍了拍我的手，可不能再闹了，今天人多。这话连哄带骗，居然也有一点温情。我点头，他再次递过来，我一饮而尽。他很满意，不只是他，应该是所有人吧。我看向傅如雪的时候，他脸都快笑烂了。他们以为我今晚就会死，可实际他们的酒里全部有毒，一个不落。我要他们全部死来参加宴席的，基本是后家的亲信，因为喝酒尽兴，全部留宿侯府。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子夜婴儿来花园找我，说他们全睡着了。是的，我下了的毒性，一般病人是睡身体发麻，不至于死。我果然还是心软，所以我再给他们点了一把火，看着熊熊大火从房里一直蔓延到楼道，再到花园，我才有离死痛快。所有的水缸我都打破了，就连池塘我前几天都找借口抽干了，他们哭喊的声音真是令人舒畅啊。我就住在附近的客栈，一夜无梦，睡得很好。醒来后，店小二哭哭啼啼告诉我说，我家昨夜大火，全家上下全死了。我错愕的看着他，你家也死人了吗？哭那么伤心干嘛？他也愣了。我结账带着令儿回去欣赏我们的杰作，残垣断壁，只剩一片黑烟四起，后家满门无一幸免。朝廷派人下来慰问，意外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是我这个侯家的养女杀死的。他们就因为我没哭，我冷眼看着他，突然豆大的泪水就下来了。父亲母亲还有长姐对我如此好，为何要害他们？你给我一个原因，我为什么要破坏自己原本荣华富贵的一生？他们哑口无言。后家没了之后，皇帝召见我，我的从容冷静让皇帝意外，他高坐庙堂，我匍匐跪拜臣女后如宁，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他大手一挥起来吧，我抬眼看向他落落大方，没有任何谄媚，他对我却是带着一丝打量。从我进门到现在，他也已经盯了我许久了。不知皇帝陛下召见臣女有何吩咐？我先开口，你觉得正在这时找你来是为何事呢？他从殿堂上向我走下来，他挥手示意旁人下去，我轻笑了一声。之下，臣女斗胆猜测你是想宠幸臣女，他的眼神从打量变得完美。最后他惊叹一声，我就说你打小聪明，我小时候见过皇帝，就在我大概5岁的时候，父亲带我进宫献画，而我却指出那画是假的。皇帝从此对我便有了深刻印象。是吗？大概是小时候聪明，长大了倒是糊涂了。皇帝伸手将我扶起来，眼睛直勾勾盯着我，毫不避讳，也是在他眼里，我算什么东西如你？你刚过，冠礼正给你准备了礼物，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便让人把礼物送到我面前了。我打开一看，是一块玉如意，陛下何意？他凑近我耳边低语，做我的贵妃，我护你一世周全，让你事事如意，好一个一世周全，好一个事事如意。看我犹豫，他便更说着后家没了你，还有我来爱你宁儿好不好？这么说来，其实他早就看上我了，前几年就找过父亲了，现在想想父亲当时宁死不肯，大概是因为我对侯家有用亏，我还以为他是为了守护我的幸福，多可笑。皇帝的爱很值钱吗？此言一出，我能感受到整个殿堂里的空气都骤冷了下来后，如宁，你不要不知好歹，真是一国之君，想要一个女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何况你们侯家都一锅端了，你还有什么靠山吗？对了，真是多亏了你，帮我解决了他们后，如远仗着占了先皇的恩赐，被军功傍身，动弹不得。没想到杀出了一个后，如宁成了一件美事，我身体一惊动，谈不得他是如何得知的。后如宁真是心狠手辣呀，再怎么说侯家也养你10几年啊，想做痛处我也不甘下风。是啊，臣女如此心狠手辣，陛下难道不怕？皇帝眼神突然阴深了起来，他的眼睛里仿佛藏着巨大的深渊。怕倒是不怕，不过我有事拜托你好不？客气附在我耳边低语他，让我帮他杀一个人，杀一个他自己都不敢杀的人，可我又如何敢？可是我手上却是有几百条性命。离开皇宫后，我魂不守舍。六儿问我，皇帝到底和我说了什么？我如此失魂落魄，我看了他一眼，说了句，从明天起我们要进宫了。为何我做了贵妃傻丫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劲祝贺，我还说为我开心。这皇宫可是另一个龙潭虎穴，不知为何，仿佛是因为后家灭门了，我感觉自己似乎为此变得更成熟了。
些许可能是心思了吧。我确实没想到他们会那样对我，不过无所谓，有来有往才有礼貌嘛。进宫后，皇帝让我跟着郑嬷嬷学规矩。郑嬷嬷一向最讨厌那些狐妖妹子，她以为我使手段爬上龙床，就是想进宫谋个好前程，因此她可没给我好脸色看，就因为我姿势不标准，硬生生罚我站了一个时辰令儿，为我打抱不平，却也被她训斥了。你主子现在还不是贵妃呢？你算个什么东西，在这里教一群不懂规矩的红妹子？我让令儿别出声。我倒是觉得这个郑嬷嬷有意思的紧知道我现在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过几日就要当贵妃了，她却还是敢得罪我有气节。当贵妃的第一天，皇帝就让我去侍寝，他让我取悦，他我立刻穿一下床，陛下可以去找别的妃子。恕臣妾没办法顺从，他被气得脸都黑了。为了这是太后传，我训斥了一番，我没听进去，最后只说了句臣妾知错，实际我何错之有？这皇宫内恐怕只有我敢这么忤逆皇帝了，可他偏偏对我百依百顺，虽然那天脸都气黑了。这不，今天又巴巴带着礼物前来讨好我，他捏着我的下巴，喂，我吃葡萄，我转头吐掉吐掉做肾梅剥皮不吃。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给我剥皮，递到我嘴边，很甜。他看我心情好点了，又问我何时行动。我瞥了他一眼，我出言讽刺他，这么危险的差事你让我去办，给我什么好处啊？朕已经答应你，事成之后你高枕无忧，安心做你的贵妃就是了。我讨价还价不够，我要做皇后，我一字一句的说着，他拳头紧攥，我顿时不悦好，既然你不肯，那就井水不犯河水。我刷了一茶杯和他叫板，顺便试试他对我到底有几分忍耐。我不怕他杀我，他现在也不会杀我，我大有用处，就在我走到门口，他又把我叫了回来，我答应你，不过你要赶紧把这事给我办了。他很着急谋杀太后，那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天在视频里惹怒他，就是为了有人传话给太后。果然，这宫里上下都是太后的耳目，天天被监视着，就如同在监牢里度过。我突然有点理解皇帝了，既然答应了人家，我就要开始着手办事了。太后身边能人很多，高手也很多，想靠近她很难，更别说对她动手了。别看她经常咳嗽，又是弱不禁风的样子，谁能看出来她年轻时是练家子，年轻时是可是一介武将来的。我让六儿帮我找人调查太后以前的事，居然他发现原来太后年轻时一直在申国。太后是申国人，那为何后来她到了代国，做了代国太后呢？毕竟代国不是一直和申国不对付吗？小时候在侯家可听过不少关于申国这个字眼，侯家是申国为洪水猛兽代表，国更是为此我秘密去了一趟申国。我第一次来到这传说中的申国，没想到这里已是生灵涂炭，人迹罕至，进关居然无人把守，没有集市，只有几个卖菜的小摊贩在。往里面走，房屋也不多，几乎全毁了。看来战争对生活的毁灭性太大了，越往前往少人人烟。另外，起码带我走了10几里，才有一户人家听他们说，这申国以前的统治者叫武帝，个有勇有谋的君王，还很仁爱，把申国这里的井井有条的。他还有一位特别疼爱的妃子，倾尽所有，只有哄她开心。但是就是这么一位君王，对自己的妃子背叛，那妃子与帝国私通在出兵之际，给武帝喝了毒酒，敌国驱兵长策，一夜之间，国不成国生国，从此只剩流民，不见君臣。那敌国就是如今的代国。不知为何听到这个故事，我会如此的痛苦，甚至直呼吸不过来。小姐，你没事吧？丽儿发现我有不妥，赶紧带我离开了那户人家。我告诉灵儿说，我想去一趟申国的皇城，我想看看那里如今怎么样了，立马没说什么，便跟着地图带我去许前面就是了。我下马，亦步亦趋走向前，看着这破烂的城门，那倒下的塔台，那断裂的墙面，我耳边响起了阵阵的号角声。顿时，我眼前看到无数的将士手在城门，却被原因不敌，纷纷倒下，倒下又起来，再倒下，最后没有一个将士能起来，他们喊着生当作人，劫死亦为鬼雄。我仿佛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将军跪在城门胸前，满是箭头，他们一个个都是英雄，当时天空一定是血红色的吧？生活到底经历了什么苦难？我问灵儿，当年代国打了胜仗后，为何不善待申国子民？为什么不派人驻守？为什么不重新修建我去？剧烈的摇晃着灵儿的身躯，她似乎被我吓到，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异常。我为何会对申国有别样的情感？为什么看到申国破败的样子，我会如此不舒服？小姐，你有所不知，当年就是侯爷带兵出征申国的，当时依旧是太后掌权。太后说了，此次出征定要将申国覆灭，寸草不生。我虎躯一震，太后竟如此狠毒，好一个覆灭申国，寸草不生，她就是武帝原来的那个妃子吧？投毒卖国还真是狠角色，怎么当今皇帝一点也不像他呢？回宫后，我像变了个人似的，行为举止端庄得体，更是经常有意无意就给太后请安，天天在她眼前晃悠，可她终究是一个满是心机的女人。我伺候了她3年，整整3年。3年里，我给她做的糕点，她没吃，我沏的茶，她也从没喝过，终于给我找到机会了，她老走了病了，我在她身边照顾她几天几夜，衣服解带。在这期间，皇帝曾让我找机会下手，可我总感觉不是时候，便等待时机，兴许是我足够淡定，他算是对我有了些许好感，因为我装得够好。他说我人淡如菊，不爱争风吃醋，不像别的妃子，
天天守着皇帝。我笑了笑，又给他倒茶，他突然和蔼握着我的手，说我想你给孩生个儿子。我慌了一下神，他突然如同一个普通妇人那般和我唠着家常，说着皇帝小时候的趣事，说他小时候多调皮，喜欢偷偷在他睡觉时给他画猫咪，喜欢让他推着荡秋千，还有种种，最后又感叹时光催人老。恒儿，他这个人没城府也没主见，从小就依靠我。我说一步他走一步，可现在他已经长大了这么多年，宫里莺燕燕也多，可是都是贪图荣华富贵权势的，没有真的爱他护他的。我脱口而出，我也不爱他。太后彻底愣了，反应过来一顿笑，你性子直爽，我喜欢。他从盒子里拿了一个手镯出来，给我套上，成色极好，价值不菲。我没拒绝，他说他累了，让我先回去。回去后，皇帝着急忙慌来，我宫殿躲都躲不开安宁。你最近在忙什么？怎么还不帮帮夫君啊？他说的就是太后，那是我应不应该告诉他我也讨厌太后，因为他太狠了，以后不能告诉他我是因为生活才讨厌他过后的。那我应该告诉他，太后很爱他吗？啊哼，我是第一次这么唤他，因为太后也这么叫他。他撒娇的回应，我这3年他变得有点依赖我了。你真的确定要那样做吗？她是你的母后，他没敢看我眼睛，只是看着门外。我不会喜欢这样的母后的，我懂了，不再问明天。什么？我说明天我会动手。他没再问，夜里他没来我的寝殿，我故意支开令儿给他银票，让他出宫帮我置办房屋。我是当不成皇后的，大概是没那个命。第2日，太后请我赏花，我答应了，穿了她送的粉色衣裙。她说这神趁我们同游了一个下午，我们喝了很多花茶，是我亲手泡的。她说很尽兴，还让我给皇帝送些花茶，我照做了。最后我说能不能请教他一个问题，他点头。我问他如何评价武帝，他只是看着天空不说话。他没说话，可我有答案了。不知他知我有备而来，还是知他归期已到，大家都很从容。一壶花茶，3条人命，代国无君王申国纣复破。我刚从床上醒来，婢女就冲进来，说敌国打来了，让我赶紧收拾着金银首饰快走。我甩开他的手，怎能苟且偷生？我是生过公主，我怎么能让我的子民受苦受难，而我逃之夭夭呢？婢女见我冥顽不灵便，独自跑了。我赶紧去宫殿找父皇。父皇此时正在和大臣们商量他们面对敌军这种突如其来的大规模袭击，有些措手不及，他们正商议要如何安排百姓，而我也想尽点力。我之前跟父亲学过兵法，我把统领叫进来，问代军现在是什么打法，试图找机会突破统领，也摸不着头脑。他说代军一下子包围了南面和西面，只留东面出来，而北面是一座大山。我脑海里突然跳出4个字，梦中捉鳖。他们想让我们从东面出去，东面必定是重兵把守。统领汇报说，如今南面西面已经层层重兵了，我心里一下没底了。如果说西南2面都如此重兵，东面的人恐怕一点不会少，只怕80两倍以上。统领起初不信，让探子再探再报，结果发现东面兵力更猛，我们走水路吧。我看着图纸上的白水河统领，一脸黑线看着我，公主，要不还是让大王定夺吧。就在这时，父亲来了，他刚刚已经听到了我和统领的谈话，听我们奉宁的走水路出去行得通。统领接了命令，即刻下去安排我和父亲说我的想法。我觉得此次必定是背水一战的军压根没想让我们活下去。我低声和父亲说，父亲，他们没想让我们活下去，这根本不是议和，这是灭国。父亲赶紧捂住我的嘴，奉明话不能乱说，这个时候不可以乱军心。我爹点点头，看着父亲眉头紧皱的样子，我真的恨自己为何不是男儿神那样就可以和父亲一同上阵杀敌了。父亲先是派出使臣试图向代国示好，可是使臣刚出关就被斩杀，还将使臣的头颅高悬城门，简直是令人发指。两国交战，不斩使臣可代国，却坏了规矩。父亲听了此事，气得披甲上马，准备去迎敌，幸好却被大臣拦下了。我问统帅，对方带兵的是谁人，怎么如此猖狂？他说，来人是代国后如远。至此，我记住此人了，想要越过白水河，我们就得破了城。南门城南门一过，转向白水河，就犹豫失身泥鳅，那我不喝了，只可惜我们人走了，这座城便真的空了。父亲知道我心中所想，宽慰我，凤宁，只要人还在家，就在国，就在这座城，我们迟早会回来的。我苦笑，因为在父亲怀里，我们集中火力专攻城南，发现不行，代军太狡猾，差点被他们识破。我们的计划突然多了2个队伍在城南门，于是父亲决定用陀螺法，也就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意欲何为。我们4面8方都炸一遍，虽然耗费兵力火药较多，但是还是很有效的。打一圈下来，发现代国已经陷入疲态了，这是我们反攻的最好时机了。于是当晚我们就集齐人马火力，我也瓜分上阵，由我安排后宫妃子佳丽还有剩下的婢女，我的任务就是将他们安全送出白水河生。国人大多精通水性，只要到了岸边就抓不到我们了。父亲说过了，白水河去鲁国找鲁王帮忙，他已修书过去了，只要他能安全过白水河，鲁王帮我们出兵代国，我们还是有活路的。父亲这次亲自上阵，指挥他随武将出身，但是做君王这么多年，不知可否生疏。出发前，我跪在父亲马前，恳求父亲一定要保重，
一定要回来见我凤鸣，不要学小孩子脾气，赶紧起来做父亲的左膀右臂去吧。我郑重点头，擦去泪花上，把那瞬间泪如雨下。父亲要我刚强，可父亲我毕竟只是孩子，我再三拜托童统领，一定要保护好。我父亲转头便带着一队人马护着女眷出河，因为有父亲和统领，还有其他兵力的存在，没大兵力拦我，只有些许虾兵蟹将挡路。我拔出腰间软剑，一命封侯，从城南门出去。再过几天，村庄再越过一片草地，白水河到了。我回头一看，父亲他们还没来，我心乱如麻，却还是将女眷们先送上船，再让将士把山上石头搬走。一瞬间，水力猛涨，水涨船高，真不愧早发白帝木到江陵之力。船要走时，我跳下河了。荣贵妃在船上大喊：凤宁，你快回来，你回去太危险。她是我父亲最爱的妃子，昨晚父亲还让我务必带她一起走，保护她，可我做不到。我游到岸边向她摆摆手，是危险，但是我要陪着父亲。我和将士们再次折返，却在城南门看到了带军围剿我，下令让他们快撤，我们调转码头，快速回走。可我眼皮子不停地跳，我怕父亲真的在里面。我转头急忙下马，果然在那堆人的缝隙中，我看到父亲披头散发跪落在地，胸口正插了满满的剑。那一瞬间，我竟不知所措，我跌跌撞撞跑过去，跪在父亲面前。父亲，你没事吧？父亲，父亲为何不应我？我摇晃着父亲的身体，父亲依旧没看我，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父亲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知道在看什么，满是血色。我想用手拔去那些箭头，可我怕父亲太痛。父亲，你不是答应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吗？你又骗人，剑柄太长，竟无法让我与父亲相拥。我舌短了一些，勉强把父亲抱住，我却不知该做些什么动作去安慰我的父亲，我竟哭不出来。我学着当年父亲为母亲那般轻轻覆盖他的眼睛，他便安安静静的睡着了。父亲，我轻轻唤着学着他拍我肩膀那般也拍了拍他的，我想他能感受到。最后我帮父亲整理了一下头发，让他体面的离开父亲，你等我，很快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我起身拔出腰间软剑，挥斥正中身后的后如远，他被我所伤，脖子上划了一刀，他身旁的将士纷纷拔剑指向我，恨不得立刻让我万箭穿心。我没怕，我没想着活着离开这儿，何况父亲在这里，我去哪里？侯如远喝住了他们捂着脖子上的血，笑着看着我生活的公主，果然有几分血性啊。带回代国，于是我被带回了代国，他们对我处以极刑，我的10根手指被夹烂，夹到最后我能听到指骨破碎的声音，很痛，可是我没哭，父亲一定是想我坚强的，他们喂我吃生国子民的肉糜，灌进我胃里，我吐了又吐，直到吐出了血。我诅咒他们生而为人苦，比黄连来日生子死生不复相见。我骂他们是阴沟老鼠，只知道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去我们生活讨存在感后，如远嫌我骂人太难听，又让人给我喂哑药，我虽说不出话来，就会趁他不注意给他吐口水，他活生生把我舌头割下来了，我还没死。父亲，我很坚强，他应该是拿我讨乐趣，否则怎么这么久不杀我？那日我听见外面的守门侍卫说，后如远这个星号将我父亲的头颅砍下，就挂在代国的城楼上，我的眼泪滑一下就下来了。世间再无武王，我也再无父亲痛心疾首，我嘴里咿咿呀呀的叫着，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我的父亲，你受苦了，孩儿无用，这一刻我要后如远可以给我个痛快。终于很快我可以去见父亲了。后如远请来了一个老法师，那老法师在我身上贴了很多符纸，他嘴里念着什么，振振有词的。突然他拿出了我父亲的玉玺，摔碎在地，又剑指我。他凑近我面前画了一个圈，在我额头画了一个点，嘴里念着此符咒，一出生国勇士不得翻身，除非天崩地裂，除非代国无王。就那一刹那，我的心脏被猛烈插入一把锋利的利刃。我轻笑，我凤宁立誓有我在，代国永无宁日。我要和后如远不死不休，生生世世永生永世。我死后后如远把我也挂到了代国城楼，我算是如愿了，能和父亲一同。那老法师还对我施了其他咒语，让我永生不得离开代国。但是我生前受了酷刑，死后怨气太重，没过几天我便投胎去了，因为我也对自己下了怨咒，要生生世世和后如远不死不休。于是我投胎到了陈娇的肚子里，陈娇是侯如远的夫人，我也就是做了她侯如远的女儿。我曾怨言让她生如黄连苦生还死生，不复相见，是还没多久就开始负重了。如此反复几次后，如远知道怕了，找来了一天机法师，那大师说是有咒术应了，因后如远犯的罪孽太重，所以咒术反噬力很强。后如远问他应该如何化解呢？天气法师也不是吃素的，掐指算了几道，说你要安抚他，否则他还会来，他誓死要与你不死不休，这是最难破的怨咒。他怨念极重，陈娇一听有方法，赶紧献上金条。天机法师立刻对陈娇肚子施法，他先是疼痛难忍，可过了一会就好了。他说我已经施法不让那妖孽进你肚子，可是他会变作别人。后如远大师请明示天机，再过50天会有一个弃婴落在你门前，到时候你们去把他领养了。他们两个听了都震惊，天机我算过了，那妖孽就是他，但是他是和普通婴孩一样，但是过了关里的他就不一样了，所以你们要做的就是在儿时对他无微不至的好，
所有好东西全部给他，那样等他反噬后，所有的好处都变成你们的领养那天给他准备一个长命锁，一个富贵所生，所有的国运都在他身上了，他可是气运加持之人。成人之前不要让他发现任何端倪，否则前功尽弃，成人后立刻斩草除根，免绝后患。后如远不太明白大师所说的成人后大概会有什么危害。天机轻蔑笑厉声，此女杀人如麻，冠礼后将六亲不认，记忆觉醒，复辟生国后如远，又从包里拿出金条递给天机，感谢大师点化后如宁，我把太后和皇帝毒死后，我也喝了自己调制的毒酒水，成想给自己放的量太少，造成了假死。想现象，我好像梦游了，回到了申国，又好像是做梦了，梦到自己是申国的公主，难道我当真是凤鸣？我随后去找了天机大师，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歪门邪术，他一个和尚居然也会花天酒地。我找到他时，他居然在万花楼。他看到我并不惊讶，反而是意料之中，看来是醒过来了。凤宁公主，我是。之后如宁，不过他叫我凤宁，也对他狭长的眼眸凌厉地看着我，仿佛是在通过我和谁对话。我不会看错的，你没看错，废话少说，你班后如远夺我气运的事怎么算天？完全不惧怕我，你现在只不过是借尸还魂罢了，奈何不了我的是吗？倘若我是如今代国的皇帝呢？他一听，将酒杯一放，掐指算了起来，神色突然变得诡异起来，当真有这一劫，我直接坐他对面，朝他轻蔑一笑，劝他审时度势。如今代国没了君王，朝廷全倾己推覆宁公主，你要我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复仇。不过该说不说，我要报仇的对象肯定要有他天机法师才对的，毕竟他可是帮凶嘛，只不过我现在有求于他，便暂时掩盖了我对他的仇恨。你把后如远一家3口给我复活。天机法师一脸疑惑，看着我，在他脸上仿佛有千万种思考的表情。复活他们，你不是最痛恨他们吗？田心浩试探着我，我搓了搓指甲，笑了笑的天真无邪。他们是我父亲母亲还有妹妹，我怎么会恨他们呢？天机法师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也是个贪图享乐的花和尚，我答应他，如若他帮我复活他们3个，我将让他做代国国师。他一听就来了，精神如宁小姐，当真他开心的竟开始叫我如宁了。那当然，为了让他安心帮我办事，我带他去了趟皇宫，太后薨了，皇帝崩了，拥有代国玉玺的此时是我后如宁，我现在殿堂之上坐着龙椅，先是朝臣不服，要将我此妖孽奸妃斩杀。这是天机法师出来义正言辞的喝住众臣，国不可一日无君。太后陛下皆喜欢贵妃，且陛下驾崩之时，传此玉玺给了侯如宁，那我们便要遵从先皇一命。想不到天机法师在这个时候还有点用我昨夜夜观天象，紫微星先是陨落，又在冉冉升起，在西南方有一宫位大放光彩，正是女位，正说明我们新陛下会是位女帝。天上宫专看天文地理的老者听了天机的话，也顿时向我行礼貌。老臣昨夜也观了此象，只是万万没想到是贵妃不老臣。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众臣听到天上宫内专门占卜算卦的老头都这么说了，便也纷纷跪下向我行礼，参加新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我还以为多难，我还特意让鲁国借了一大半的兵力给我，想着实在不行就血洗代国都城了。没想到代国还真是民风古怪，光是几句观天象之言语便可打发。我上任后颁布的第一道圣旨便是举国南迁，也就是搬去申国的古城。那群老东西又不肯，我便向鲁国借兵驻守，防止有人趁乱谋反。再之后就是清军册出奸佞，凡是不听我话的，通通处死，一个不留。最后我履行承诺，封天机为国师，这个倒是没人出来反对。迁城后，我将元衡葬在了代国的陵城，山不在，皇陵也不靠近他母亲。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抗拒和太后相处，明明太后爱他，他却十分恨他。那花茶是太后让我送的，我的本意没想杀他，我没想让他用这种方式死去。这是那个星号选的路，这是我最后能为他做的事了。而太后荣贵芳，我则带回了申国。听说父亲和我的尸骸最后被生国子民偷回了申国的双云峰，那是我母亲在的地方，我们家算是团聚了。而荣贵芳她的骨灰我撒在了白水河，那是我救她的地方，也是她背叛我父亲的地方，就让她一直在那里忏悔吧。天机国师这几日在帮我做法，他要把那3者给我复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们是被我活生生烧死的，怨气少不了。所以7天后，我在生活监狱里看到了他们，他们魂魄汇合了，但是肉身还没毁，天机为他们顾了行。可是他们终究只是各稻草人，不是真正的人。我让天机给我把他们的肉身找回来，可是天机说肉身已被大火焚烧干净了，找不到了，除非有那么一个人和他们3个都有亲密关系的，用他的血就可以找回肉身。我想到了一个人，我自己，我曾对他们定下怨咒，生生世世不死不休。我还做了他们10几年的亲人，于是用我的血成功将他们召回了。怨咒起生生不息，后如远活了，凤宁也彻底活了过来，生活的国运也回来了。他们看到我的那一刻，如同见了鬼。他们不知道我到底是侯如宁还是凤宁，其实都是我让人用铁链将他们锁在了大牢里，日日折磨他们，割掉他们的舌头，打断他们的四肢，让他们试试万箭穿心的滋味。我跪在地上请求父亲原谅父亲，孩儿不孝。过了这么久了，凤宁才可以把仇报了。
您可以安息了。我同样割下他们的头颅，挂在了申国士兵战死的那片战场上。我举杯与他们同饮浆，勇士们，公主没忘记你们的功劳，望各位也可以安息了。凤鸣，在父亲死后，天机法师又帮后如远，将申国的国运封锁在我身体里。我身死国破总不复返，可是他们没想到我，所以死了，但是我的怨念又让我活了下来。我纠缠着侯如远，他想生一个孩子，我让他死一个如此循环，他受不了了。他发现了我又找了天机法师，可恶的天机，我一定将他碎尸万段。他给我下了咒，不得进入陈娇肚子，于是我进入别人的肚子，成了一个被抛弃的婴儿。他们把我收养了，给我取名后如宁。可惜因为被天机法师算到了这事，他破了我的咒。但后如远待后如宁如同亲生的，却想在观礼上一次彻底解决他。可惜后如远太笨，让如宁发现了，如宁却是一杯毒酒，一把火送他们上一西天了。后来不知为何如你却自己喝了毒酒死了。他还有一点气息的时候，我进入他的身体里，大概他就是不同时期的我，所以我们不相斥。我一直用他的身体办事，包括做新的封国事迁成。我还去见了鲁国国王，他知晓申国惨案，因我父亲和他的情谊，他还给我借兵让我夺权。直到后来我们两人同住一身时，是在侯如远一家复活的时候，因为怨咒的缘故，我们两个都有了清晰的意识。其实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忘了还有一个人没得到报应，那就是一直作恶多端的天机法师。我之前让他做国师，只不过是哄着他罢了，他以为做了那个位置就高枕无忧，权力滔天了，实际徒有虚名罢了。我召见他在御书房见面，说有事相商，却埋伏了他，他还挺难杀逃跑了。可是我刚好多设了几个埋伏，他刚一出城，我的士兵便将他抓了回来。新仇旧恨一起报了国师妖言惑众，作恶多端。祭天，以为亡灵申国的将士们这回可以有个交代了。咒破灭了。公元前年，我将代国改名申国，以后只有申国地方好，物产丰富，资源优势明显，靠近水乡，百姓温和，迁都后再无战事。公元前年，百姓安居乐业，申国欣欣向荣。正此年，申国换新帝，新帝名讳凤凰。正文完后，如宁日记本。我不知道我此时是侯如宁还是凤宁，不过我们应该是一个人。在我还是侯如宁时，在我还在代国皇宫时，那段时间也是我一直会想起的。皇帝元衡看起来胸无城府，天真无邪又游手好闲，实际是他根本不想管理代国。他和我说他是申国人，他父亲是申国人，是之后太后用了一些手段让他坐上这个位置的，可他不愿意做代国的君王，他认为代国君王滥杀无辜。他当年亲眼目睹申国整座城的破灭，他痛心疾首，于是和太后完全失心。太后则是强势，一定要让他做君王，哪怕做一个昏君也好，其实他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私欲罢了。他方便背叛我父亲，无非也是因为他想掌权，却不知他一己私欲害了整个申国。他人生的最后也算是赎罪了。由于太后不在乎元衡的想法，他让我帮他杀了他母亲，也杀了他。我葬在代国临城山的只不过是他的衣服罢了。他不想和代国有任何关系，元衡死了，他现在是凤衡，身份上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我问他，他能否学着好好做一个君王？他说，如果在生活那片国土上，他愿意尽心尽力。我说他会是一个好皇帝的，那我就放心了。我的皮骨快消散了，我可能快要离开了。令儿看到我出现时，他眼眶都红了。这个傻丫头还在等我，那就由她帮我送终吧。我与往事，勿见勿念。